从默默无闻的汽修厂工人到天花板健将级别的马拉松业余跑者，他没有教练，没有团队，只有对跑步的热爱和从21岁开始不离不弃的妻子。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相信爱情，不再相信希望，我会把大正和大侠的故事讲给你听。大正全名叫王连正，山东潍坊人。小时候因为姚明而喜欢上了篮球。为了提高体能，从小学6年级开始，大正每天都跑着去学校。跑步的天赋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显现。初一的校运会上，大正报名了800米和1500米2项比赛，但由于全年级只有他一个人报名了这2个中长跑项目，裁判只能临时把他分到初2年级组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2个项目大正都拿到了冠军。初中接下来的2年也不出所料的包揽了这2个项目的冠军。初3那年，大正代表学校参加了潍坊市运动会。比赛时他穿着篮球鞋，却拉爆了一众体校的学生。体校的教练看到后喜出望外，这个是个练习跑步的好苗子，果断邀请大正进入体校进行专业的训练。就这样，大正来到了离家200公里外的体校，开始了体育生生涯。由于平时训练的缘故，父母对这个独子常年不能回家感到十分挂念。或许正是这个原因，体校毕业后没考上大学的大正决定放弃体育这条路，回到青岛学起了汽车维修。也许是心有不甘，毕业聚餐时大正哭了。工作后，大正因为经济拮据买不起车，每天只能跑着上下班。这时大正对跑步的热情早已不像小学跑步去学校时那般，反而更多透露出对生活的无奈。后来经过亲人的介绍，他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大侠。初次见面，2人便一见钟情。短暂的异地恋后，他们回到老家，经双方父母同意，很快结婚了。那一年，大正21岁，大侠22岁。婚后生活平凡而甜蜜。没过多久，大正和大侠就迎来了爱情的结晶。在大侠怀孕的时候，胃口变得非常想吃甜食，逛超市时想买点德芙巧克力，但由于家里经济状况比较拮据，舍不得买，于是大侠就花了5块钱买了盒巧克力饼干来解馋。当时大正的工资只有1000多，大侠工资有2000多，2人的收入根本不够平时的生活开销。但物质生活的贫瘠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在工厂上班的日子里，跑步慢慢淡出了大正的生活。闲暇之余，大正喜欢和兄弟们一起打篮球。大侠对于大正的爱好非常支持，并不会因为大正打球回家晚了而责备他。或许是因为机缘巧合，那年大正的家乡要举办马拉松比赛，大侠知道大正以前练过体育，于是鼓励他报名参加。由于放下跑步已经1年多了，大正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半程马拉松。这一试不要紧，第一次参加半马的大正就跑出了1小时15分35秒的成绩，排在所有选手的第9位，简直就是天赋怪。比赛结束后，大正跑步的激情被重新点燃了，他也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跑友。在其中一个跑友的介绍下，大正加入了当地有名的红高粱越跑团。跑团的氛围让大正保持着持续跑步的热情，但由于工作原因，大正只能白天在工厂上班，晚上下班后训练。这个状态持续了2年半的时间。在这期间，大正边上班边训练边比赛，用比赛获得的奖金来补贴家用。高负荷的训练让他的身体处于透支的边缘。大侠担心他身体吃不消，想让他放弃，但大正还想再坚持一段时间。大侠拗不过大正，只能妥协。于是每天下班后，大侠都会给大正准备一些有营养的饭菜。在2人的共同努力下，2021年他们终于迎来了跑步生涯的第1个转折点。那年的厦门马拉松，大正第一次参加全马比赛，就在1万多跑者中脱颖而出，跑出了第5名的好成绩，成绩为2小时21分44秒。尽管此时大正有了走专业的想法，但现实生活让他不得不把这个想法暂时埋在心底。但是你一个男人，你要去干一件冒险的事，还不一定能赚到钱，确实你没有底气去说这件事。他边跑边练，我当时考虑的有2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他那个身体，我担心他吃不消呀，他的工作量在大树里就特别大，然后再去跑步，身体肯定受不了。当时反正我是不太支持的，因为白天上班晚上训练确实透支身体。然后他就说，如果你想的话，你觉得能成的话，你就试一试，反正你还年轻，给你2年的时间，你看看能不能成。如果不能成的话，这2年的时间，也能承担得起这个损失吧。然后当时我辞职就是他先提出来的。在大侠的鼓励下，大正和大侠定下了2年之约。如果2年之内能成的话，就继续走专业这条路；如果没成，就回来接着上班。然而最难的恰恰就是这2年，由于口罩原因，所有的马拉松比赛都停摆了。大正因为训练没办法赚钱，家里的重担都落在了在工厂打工的大侠身上。当时大侠的工资每个月有5000元，光女儿的学费加生活费就得花掉2000多，加上家里乱七八糟的开销，每个月都过得很紧巴。面对遥不可及的梦想和摇摇欲坠的生活压力，大正逐渐
萌生了放弃的想法。但在跑友的帮助和长辈的支持下，大正坚持了下来。比起生活的苦，训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？2023年的无锡马拉松，大正首次突破了220大关，以2小时19分27秒的成绩兑现了梦想。要知道，在全场马拉松赛道上，全国目前能跑进220的不足100人，跑进220意味着大正进入运动健将行列。而梦想达成的这一天，正是他和妻子2年之约的最后期限。